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黑白条纹的镂空包包，以黑色条纹结合白色镂空的设计，使得包包透露出一丝的神秘感。虽然是镂空的设计，但是钩织过程中镀了一条线，所以包包不容易变形，并且用金属环作为独特的提手，展现出包包的独特质感，让这个包包犹如一幅黑白的画作，优雅而不失个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粗细约 1.5 毫米的圆骨棉线，另外准备了直径约 12.5 公分的金属环，金属环的粗细大概在5毫米。工具上使用了 3.5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而成品的完成尺寸高32公分，宽30公分。首先金属行使用白色锁边起针，起61个锁针。基础行决定包包的高度，如果需要调整，起针数可以是2的倍数加1。61个锁针结束，基础行大概有30公分，但是在往上钩织之后会再缩一点，大概是30公分。我在基础行的最后一个锁针放记号扣，这里是第一行的第一个针目。接着第一行5个锁针起立，我们将它视为这一行的第一针3卷长针。我在这个起立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。接着下个针目1个3卷长针，钩针绕线3次，再穿进第二个针目挂线钩出，再挂线钩出，放掉2个线圈。执行这个动作一共4次，直到钩针上只剩下1个线圈，这样就完成一针3卷长针。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1个锁针，跳过1个针目，在下个针目钩1个3卷长针，完成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中括号的内容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一共重复29次。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之后，会剩下1个针目，在最后一个针目钩织1个3卷长针，完成第一行。头尾的2个针目会有2个3卷长针相邻。接着我们不断线，而是将钩针上的线圈拉大，接着像这样将整团毛线穿过这个线圈，再将线圈收紧。我们将这条白线引到第一行的起立针这里，将钩针穿进起立针，也就是做记号扣这里，并且将这条白线置于钩针上方。接着引黑色的线，第二行将以黑色钩织，第二行3个锁针起立，我们将它视为第二行的第一针长针，并且放上记号扣。接着下个针目1个长针，钩的时候一并将这个黑色的线头以及白色的线一并包着钩织。之后在每个锁针空间钩织2个长针，钩织时都包着上一个颜色的这条线，这一条镀线可以减少包包的弹性，使得这个镂空包包在使用时不易变形。
在钩织时，我们所面对的这一面会作为包包的正面。根据第一行，这里一共会有29个锁针空间。最后一个锁针空间钩完2个长针之后，会剩下相邻的2个3卷长针。我们在最后一个针目上钩1个长针，结束第2行。接着也是将钩针上的线圈拉大，取下钩针，将整团毛线穿过线圈之后收紧。因为钩织第2行时包了一条肚线，因此我们可以将包着钩织的这条线拉平。拉的时候要注意，让织物的长度与基础行一致，大概是30公分。接着我们又将黑色的线引到起立针这里，将钩针穿进起立针，黑色线头置于钩针上方，再引出白色的线，按第1行的文字解，重复钩织第1行的内容。白色这一行都是无锁针起立，视为第1针3卷长针。头尾2针都是2个3卷长针相邻。钩的时候也是包覆着上个颜色的线，直到这一行结束。而中间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形成镂空的效果。每行的钩织结束都取下钩针，将线圈拉大，再将整团毛线穿过线圈，再收紧线圈，并且将包覆钩织的这条肚线拉平，每一行的长度都保持一致。接着再将线头引到起立针换线钩织，如此轮流以2个颜色重复钩织第2行与第1行。钩织的行数决定包包的宽度，建议钩到奇数行结束。我一直钩到第21行，第21行结束，我们将继续为这个织片钩织其他3个边，为它收边。先从左边开始，在第21行的最后一个针目再增加2针，也就是最后一个针目里有3个长针。接着沿着左边边缘，先遇到1个3卷长针，每个3卷长针上有3条斜线。我们挑起斜线与它侧边的一条线，钩织长针。在这个3卷长针旁，一共钩织3个长针。之后则是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。首先是黑色长针的侧边，钩织2个长针，一个钩织在针目的洞眼。第2个长针也是挑起斜线以及侧边的一条线来钩。接着又遇到3卷长针，在它的侧边都钩织4个长针。第1个长针会钩织在针目的洞眼，而其他3个长针
则是挑起它的3条斜线以及侧边的1条线来勾，如此重复，直到勾完织片的这一边。最后一个3卷长针侧边勾完，在转角这一个针目，也就是基础行的第一个锁针，在这个转角勾3个长针。接着是基础行的边缘，在下个针目先勾1个长针，之后在每个锁针空间勾2个长针。这里的针目安排就如同偶数行一样。勾完最后一个锁针空间，会剩下2个3卷长针针目，在最后一个针目，也就是这个转角，勾3个长针。接着又是每一行的侧边，在这一边是每一行的起立针位置，先遇到3卷长针的起立针，在中间3锁针先各勾1个长针。接着是黑色长针的起立针，我们沿着它的锁针针目勾2个长针，勾的时候可以将换线留下来的线头包着钩织。接着遇到3卷长针起立针的侧边，从起立针的起始位置钩织1个长针，而中间的3个锁针各勾1个长针。这一侧的边缘长针钩织安排跟织片左侧的边缘是一样的。而第20行的白色线我还没断线，在这个侧边的收边即将结束时，我们将第20行断线，并且包着这个线头一并收边。最后回到第20行的第1个针目，这里也是织片的转角，原本已经有1针长针了，我们再勾2个长针，所以这个织片的每个转角都会有3个长针。最后引拔在第21行的第1针长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接着断线，利用缝针藏好线头。这样包包的其中一面就完成啦。而在钩织时，黑色的条纹是横向的，我们将织片调转方向，使黑色条纹变成纵向。我们再重复钩织另一片相同的织片。我们将2片织片的背面相互对着，钩织时所面对的那一面为正面，要朝外。接着以短针缝合包包的3边。我们从左上方的转角，这3个针目中间的那个针目开始，接着合并2片织片，钩针依次穿进2个织片的这一个针目。接着用与边缘同样的颜色，也就是黑色的线，引线之后1个锁针以固定线头。接着沿边合并2个织片，在每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。
而在包包转角的这3个针目各增加1个短针，也就是这3个针目各钩2个短针，这样包包的转角才会平整。之后每个针目1个短针，我们按照这个规则缝合包包的3边，3个边的短针缝合结束位置会是在右上方转角3个针目中间的那一针。短针缝合结束，再次引拔断线，藏好线头，这样包包的主体就完成啦。你可以依照喜好为它加上喜欢的提手，我选择为它加上1个金属环作为提手。我在这个金属环以黑色线钩织1段短针针目，钩的时候可以将金属环的这个接口给包覆住，将钩针从环中引线之后锁1针，接着沿着金属环钩织短针，短针的钩织数量让它可以包覆金属环周长的1/3，大概是40个短针。钩织短针结束，引拔断线，留大概5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我们制作2个这样的金属环提手，我们让提手钩织结束时的线头置于右方，将短针的2端对齐带口，并且沿着短针针目以平针缝的方式将提手缝合在带子的中央。因为包包是镂空的，所以缝合的时候尽量缝合在有针目可以着力的地方。缝合结束，在包包内侧打个结并藏好线头，而包包的另一侧也以相同的方式缝上提手，这样这个黑白条纹又具有个性的镂空包包就完成啦。带着它穿越光影，绽放你的个性风采吧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